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幫我們按讚，並且寫下熱推2個字，或者是按下熱推鍵，並且告訴我們你在哪一個城市來做收看的，我們跟你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伊朗，現在說呢，他要出動可怕的武器。今天我們會來解讀一下他所說的可怕的武器是哪一款呢？難道是反艦飛彈嗎？現在讓美軍嚇破膽了。川普在這個時候着急了，也怒嗆說不當好好先生了。接下來他會出動什麼樣子的動作呢？伊朗現在說靠3盟友可以突破在荷姆茲的封鎖。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今天有3個火線話題，一樣呢，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讀的。首先，剛剛提到的伊朗說的，在荷姆茲海峽，他這邊會出動可怕的武器。現在點名有可能出現的武器，有沒有可能是這一款呢 ？CN-302超音速反艦飛彈，還是納奇爾15，還是水下自殺無人機卡利亞？這些會對美軍的航母構成威脅嗎？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為什麼呢？在此刻敏感時機，福特號航母卻傳出撤離中東了。另外，美國民眾非常不滿的事情就是250億美元都用在戰爭上，這樣子的一個金額等於是 NASA 1年的支出啊。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航母要撤出中東呢？難道川普要退出這場戰爭，並且單方面宣布勝利了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說伊朗的背後有3股勢力在支持着他，不管是來自於中國，或者是來自俄羅斯的影子艦隊，或者是巴基斯坦在陸路上，在貿易上的協助。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美軍的長期封鎖戰還能夠撐得住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剛剛特別提到伊朗說呢，他手中要握有的就是各個可怕的武器，要來對付美軍哦。那這些武器，我們現在來做拆解，可能是哪一款？先來看這個有可能的 CN-302超音速反艦飛彈，它是中國鷹擊12飛彈的出口型呢，並且對這些船艦具有非常大的殺傷力。根據了解，它主打的就是超音速突防，專門打軍艦、航母戰鬥群高穿透、高飽和的攻擊力量。先前說伊朗有向中國購買，但是已經被中國大陸給否認了。第二件事情，有沒有可能這一次他出動的就是隱形的水下無人機呢？因為現在根據了解，伊朗至少有包括了它的納奇爾1跟5，還有攻擊無人機這一款叫做卡利亞，3款都是自殺式的水下無人機，對船艦有極大的威脅。最後我們來看到的就是除了武器的升級，真正卡住美伊和談的，當然就是我們熟知的核問題。川普到現在持續的要求伊朗必須永久放棄濃縮鈾，並且交出這一些濃縮鈾的庫存，甚至連普丁他表示他願意代為替這個伊朗來保管核的濃縮鈾，但是仍然遭到川普給拒絕了。當然，伊朗方面仍然是堅持他要繼續的不放棄核武。伊朗手中可怕的武器可能是什麼？李將軍怎麼看？我認為說是，如果說 CN-302這款超音速這個飛彈可能是伊朗拿來嚇唬美國的哈。我認為中國在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個斡旋的大國，在這個時候，它不宜將這種具有高度殺傷性的武器提供給伊朗，因為如果說伊朗有了這種武器，它可以更輕易的封鎖荷姆茲海峽，任何經過荷姆茲海峽不論是軍艦或者是商船，因為這個超音速導彈對這個海面的攻擊，它的射程有到2到300公里這麼遠。那如果而且是超音速的，美軍自己很難攔阻。如果說伊朗真的有了這款武器，打擊到了或者甚至於擊沉了美國的這種軍艦，一艘軍艦來講的話，可能之後的問題就不是說伊朗跟美國戰爭的問題，而是美國跟中國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是不會提供這款武器給伊朗，但是伊朗極可能自己研發的這種水底的這種無人機水底的無人機它等於類似一種水下的魚雷這種性質，而且它又是具有 AI 自己智慧性判斷的水下魚雷。那它的攻擊的距離，其實我認為它也不亞於一顆水雷。那它的魚雷，它的這種作戰的性能來講，
甚至於要比這個一般的魚雷要好。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它的水下無人機的可能性是比較高。那這個主要是因為它是他自己伊朗自己研發的，那不受这個國際的這種約束，所以它有這種武器的可能性更高哈。那我認為福特號極可能現在就撤入中東地區，為什麼？因為現在布希號已經到了嘛。那我認為對伊朗來講，不需要用到3航母，尤其是說美國的態度，川普極可能想找個機會就這個結束這場戰爭。那在這種狀況下，他如果說將3艘航母都部署在這邊，除了浪費兵力之外，也是很燒鈔票的事情。對。那最主要的，我認為福特號，因為前一陣子這個我們都知道它洗衣房失火的事情，還有馬桶堵塞的事情，我們也分析過了哈，主要是官兵的士氣很低落，長期的在海面部署。如果按照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超過900天了，那這麼長時間的部署，其實對官兵身心都非常的疲累。更正，超過9個月的部署，其實身心都非常疲累。所以我認為，如果說布希號到的話，極可能讓福特號就返回重新做整補，因為如果按照這個航母戰鬥群，它一定是1/3的時間擔任部署，1/3的時間做大修，還有1/3的時間來做整備跟這個人員的訓練。所以我認為福特號這個應該是要回去的。那美國，我認為在這場戰爭裡面，就軍事上來講的話，它現在陷於兩難。同一件事情，可能各位都沒有注意到，我反而注意到了。那時候美軍揚言，除了3航母之外，還有2個兩棲戰鬥隊哈，包括迪里波里號跟全斯號要趕赴到這個地方來，還有我們經常在講的美軍第82空降師，對，會不會到這個地方來？那為什麼現在我認為說，對這個要發動地面作戰的可能性大幅的下降？因為倒不是美軍不想打，而是他被牽制了。各位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說他被牽制？他被牽制在哪裡呢？大家去看看啊，現在全斯號的位置，他現在還停留在關島。你看看，布希號都繞過整個非洲，已經趕到了這個阿曼灣。那為什麼全斯號過一個太平洋而已，就卻沒辦法，連太平洋都沒有辦法過，更不要說南海，更不要說穿過馬六甲海峽。那為什麼現在停留在關島？我認為跟這個美日菲三國現在在這個呂宋島這邊實施肩並肩演習。那中國為了回對這次演習派了我們知道所謂遼寧號的航母戰鬥群，總共帶了14艘的艦艇在這邊。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以107遵義艦為首的這個戰鬥隊現在也在呂宋島的東邊對呂宋島形成包夾之勢。於是最讓美國跟日本擔心的是，這個遼寧的艦隊裡面帶着有071、072、075等兩棲作戰的艦隊。那如果說這個解放軍利用這個空隙的時間，不管是在東亞任何一個地方，真的是實施兩棲突擊登陸，那美國在東亞地區已經形成一個兵力的空虛。它原來在這邊呢是迪里波里號的兩棲攻擊艦隊嘛，那第31特遣隊那已經都到中東地區去了。它現在在亞洲地區可以說是毫無部隊可用。如果說一旦真的在這邊有任何狀況發生，它會沒有可以應變的兵力。所以我認為全斯號這個時候是停留在關島，是應付。如果說中國大陸的遼寧艦隊在這邊有其他的動作來講的話，它最起碼還可以應付。那你想想看，全斯號都已經被拘束在這邊，被牽制在這邊，那對中東地區可以說美軍更沒有可用的兵力。好，這個美軍的部分，我們看到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的牽制所以呢，在這個航艦上面、航母上面的布局已經被有所牽制了。所以呢，剛剛如同這個將軍帶我們看到的，因為布希號來了，所以接下來福特號就準備離開，這是主要的重點原因嗎？等一下也請賴老師來持續帶我們看。那其實呢，現在川普又最新做了發文，而且這次又在半夜這個3、4點他不睡覺，在網絡上面社群自己發了這張照片，他手上觀眾朋友可以看到這個戴着墨鏡，手上拿着長槍，並且背景是他要伊朗
這個把伊朗給轟炸的樣子，而且他說呢，我再也不會再做好好先生了，No more Mr. Nice Guy。好，这個現實的狀況就是我們來看到，但是五角大廈最新向國會說明的，說戰爭的花費實在是太高了，多少呢？250億美元等於8000億台幣，是 NASA 1年的整個預算，而且這個數字根據了解可能還被嚴重的低估。但是美軍的動作也很奇怪，我們根據這個媒體收到最新消息說，美方已經要求將極音速飛彈部署在中東，這是美軍首次部署此類的武器。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等一下也請賴老師幫我們解讀一下。那川普的民調現在創下新低哦，34%的新低。那現在根據了解，川普已經命令情報單位針對單方面宣布戰勝伊朗可能呢來做一個評估，是不是就乾脆自己這樣做宣布好了？那賴老師這兩個問題怎麼看？是這樣子哈，因為福特號放在紅海是毫无作用啊，沒有任何軍事價值，也沒有任何軍事作用，它是擺姿態而已，擺看看而已。原因很簡單，航母戰鬥群的作戰半徑不會超過1000公里，啊，一般來講，啊，大概在650公里，啊，絕對不會超過1000公里。而阿拉伯半島的寬度就1000到1500公里，所以你從紅海到阿拉伯海要進入到伊朗，你福特艦基本上來說是毫無作用，它打不到也飛不到啊。這個我們講的就是伊朗，所以你要不就透過空中加油機。可是如果你要從福特艦來做艦載機的起飛，因為航母就是一個空中的移動的空軍基地嘛。你要從福特艦做艦載機起飛，倒不如從約旦，倒不如從沙特，倒不如從這個阿聯酋等這些空軍基地來起飛，對伊朗進行攻擊還比較有效。所以福特艦擺在紅海是毫無作用，是它只是擺拍啊。為什麼要擺拍？維持所謂的2個航母戰鬥群，因為美國傳統以來對於所謂的區域間的戰爭，它通常都是2個航母戰鬥群。例如說，他當初在打阿富汗的時候，就是2個航母戰鬥群。他在打伊拉克的時候，因為伊拉克要發動全面的地面部隊的作戰，所以他調了5個航母戰鬥群。可是5個航母戰鬥群中有2個是放在地中海，作用不大。那為什麼會放在地中海？他本來想借到沙特，想借到土耳其，他想說土耳其是北約國家嘛。但是因為他打伊拉克的時候沒有經過這個北約的同意，也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所以土耳其不讓他借到，所以那2艘航母根本沒作用，因為距離當時的伊拉克太遠，沒有作用。所以它唯一有作用的就是3個航母戰鬥群，那也就是在阿拉伯海，那時候是可以穿越曼德海峽，也可以穿越這個阿拉伯海就赫爾木茲海峽進入這個阿拉伯海，對於伊拉克進行攻擊。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福特艦擺在那地方是擺拍。為什麼離開？因為小布希號布希號到了，布希號已經到了，形成了2個航母戰鬥群了以後，這個時候我們才看到福特艦就走了嘛。所以福特艦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作用的。更何況福特艦再維持下去的話，它的軍心士氣會出問題啊。軍官的維持已經越來越困難了，所以趕快讓他離開，這是合理的。另外，您提到的有關於為什麼把超高音速導彈都拉過去了，這是美國慣用的手法，它的目的就為了談判，保持高壓的軍事姿態，保持高壓的經濟制裁姿態，目的還是要談判，而不是為了要打。好，在這個談判都還沒有到來之前，我們看到美國持續做的事情，就是他認為說他要用長期封鎖來困住伊朗，但是呢，沒有想到伊朗他其實也有因應的方案，靠的是誰呢？其實就是靠他的3個他認為自己最強的盟友。第一個，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提供什麼樣的武器呢？包括他這邊提到的說，美軍部署可以幫助美軍在這邊部署相關的衛星資訊來協助伊朗做精準打擊的判斷。第二個是來自於俄羅斯的情報的提供之外，還有影子船隊，可以讓伊朗的石油避開這些封鎖監控，持續的讓伊朗的石油可以做出口。最後是巴基斯坦，開通了6條跟伊朗接壤的這些陸路貿易交通，可以讓他們的貨物繼續的運行。楊老師怎麼看？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美軍的長期封鎖會讓伊朗還可以讓伊朗屈服嗎？我覺得不容易，因為我想大家都了解，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從戰爭的一開始認為這是一個非法的戰爭，就美國跟以色列在
跟伊朗在進行和談、核子協議以及濃縮鈾問題的時候呢，伊朗都願意表達退讓，結果他發動斬首攻擊，然後呢持續的轟炸。那其實這也是一個不只是非法，它甚至是個侵略戰爭。那在戰爭之前，全世界除了美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制裁伊朗啊。那戰爭之後也沒有跟着美國去制裁伊朗，美國也對於其他國家跟伊朗進行持續的貿易的關係也沒有提出制裁，只不過是對伊朗的影子艦隊的這個油啊，那開始在做封鎖。所以呢，換言之，現在跟伊朗的這個互動，除了這3個國家之外，其他國家仍然大部分照戰前的規模，但是呢是有減少，因為在戰爭期間可能不方便，當然也可能擔心美國的態度啊，所以是有減少。可是3個層面，第一個軍事，第2個經濟，第3個外交。在軍事層面，還是在戰爭之後有去跟伊朗互動的，其實真的應該是不多了。我個人覺得大概，最多你可以把俄羅斯放在上面，那可能大概也都是衛星或者是情報，某種程度大概有一些這種原料，也就是兩用物資。中國大陸呢，戰前的北斗的衛星定位，那在戰後呢，其實也許還是有繼續使用，但是那本來就涵蓋有兩用、商用的這種特性。那至於其他兩用物項，像是比如說化學原料那等等之類，那這個基本上是有減少，可是並沒有禁止，而美國也沒有去攔截。因為你當兩用物項真的變成軍事武器的使用的設備或原料，那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在軍事层面我覺得伊朗現階段其實並沒有來自於太多別的國家，也許俄羅斯。那經濟層面，我覺得這3個國家都有幫助啊。中國、俄羅斯跟就是巴基斯坦，也不止他們3個國家。對。裡海的其他的相關國家其實也有，伊拉克也維持的，也就是說大概維持了這種就是物流，然後呢貿易。那至於外交層面，現在這3個國家基本上都是在協助他跟美國進行和談。俄羅斯比較積極的在去支持伊朗自己本身的地位。那然後呢，你看到不只是這3個國家，要包含埃及、土耳其，好多國家在外交上面其實都是要去尋求他們之間的和談，那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支持了伊朗，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分好，就比較了解。到現在為止，伊朗其實某種程度還是要靠自己，在軍事上，那經濟上呢，大概能夠延續更長的時間。外交上，它其實已經有一點立於不敗之地。當然，這個更大的關鍵是美國的軍事行动的這種不利，所造成他自己在談判上會這個處境比較困難。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